农历7月有3样东西，平常看起来不起眼，也不值钱，却被老一辈当成鬼月保平安的阳气宝物。但是你先别急着去买，因为如果你不懂里面的阴阳生克，用错方法把它带在身上，那可不只是白花钱而已。更要命的是，这就等于你撤掉了身体的防线，主动把脏东西给招进门。今天我就把这3样能挡阴、定心、聚阳气的东西一次讲透。它们分别是破除外在阴寒的烈日结晶，安住心神的神明护印，以及能聚拢极盛人气的百年阳钱。特别是最后一样，用对了，不仅鬼月保你平平安安，还能帮你把财气全部聚拢过来。这3样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个一个往下讲。今天我要讲的第一件宝贝，可以说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都有。它不起眼，便宜得很，但是它里面蕴含的阳刚之气，却能破除世间的阴寒邪祟。这东西是什么？就是出海盐。记住我强调的是出盐、海盐，而不是一般料理使用的精盐。为什么是出海盐？很多乡亲可能不明白。大家去庙里求神问卜，法师做法的时候，经常会往地上撒米、撒盐。大家只知道这叫盐米除秽，却不知道里面的老祖宗智慧有多深。各位想一想，海盐是怎么来的？那是茫茫大海里的水被抽到盐田里，经过天上那轮毒辣的太阳，把水汽全部蒸发干了，最后凝结出来的天地精华。它吸收了最饱满、最刚烈的太阳正气。你说它阳气重不重？同时盐有极强的杀菌、防腐还有除湿的作用。你把一块肉用盐腌起来，它就不会腐烂。为什么？因为盐把里面的湿气还败坏之气全给抽干了。同理，那些看不见的阴寒磁场、晦气，最怕什么？最怕这种极度干燥、蕴含烈日能量的纯阳之物。你如果带的是超市里那种雪白的精盐、无碘盐，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因为那是工厂用化学机器提炼出来的氯化钠，它没有经过太阳的暴晒，没有接天地之气，它只有咸味，没有阳气。我们要用的是那种颗粒很大，甚至还带点灰褐色，摸起来有点粗糙的传统出海盐。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明白，下面我讲个我亲自看过的案例。我有一个老病患叫老李，快60岁了，在台北开计程车，是个老运将。老李家里负担重，为了多赚点钱，他常年跑大夜班。台北的夜生活丰富半夜2、3点，林森北路、东区那些地方，喝醉酒的、刚下班的人多得很。有一回农历7月，大概是7月初10左右，台北连着下了好几天午后雷阵雨。到了晚上，地上湿漉漉的，空气里透着一股子闷热和阴冷交织的怪味。那天凌晨3点多，老李空车开到了阳明山脚下。本来他是要去载一个轿车的客人的，结果客人临时取消了。老李想着来都来了，干脆顺着仰德大道慢慢往下溜，看能不能捡个散客。四周静悄悄的，路灯昏暗，两边的树影被风吹得像是一只只张牙舞爪的手。就在这个时候，老李看到路边有个黑影在招手，车子开近一看，是个穿着深色雨衣的人，低着头看不清脸。老李停下车，那人拉开车门就坐在了后座，一句话不说，只是用手指了指前方，意思是往前开。老李也是老江湖了，什么怪人没见过，也没多问，踩了油门就走。可是车子开出去没5分钟，老李就觉得不对劲了。怎么不对劲？冷。8月份的台北晚上就算下雨也有个27、8度吧。老李车里的冷气一直开在25度，可是这客人一上车，车厢里的温度就像是瞬间掉进了冰库。老李看了一眼仪表板，冷气没坏但他就是觉得从后座有一股股冰凉刺骨的寒气顺着他的椅背直往他的脖颈子里钻。不仅如此，老李开始觉得肩膀越来越沉，就像是压了2袋20-30公斤的白米一样，脖子发僵，后背一阵阵的冒冷汗，连方向盘都快握不住了。他从后视镜里偷偷看了一眼后座，那个人还是低着头一动不动，甚至连呼吸声都听不到。老李心里有些发毛了，但他不敢多想，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开。好不容易开到了市区一个灯火通明的大路口，那人突然敲了敲车窗，扔下一张皱巴巴的100元钞，打开车门就走了，转眼就消失在巷子里。老李停在路边，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摸了一把后座，
哎呀，那皮座椅竟然是冰凉冰凉的，上面还浮着一层水汽。从那天起，老李就出毛病了。什么毛病？他原来只是有点轻微的腰酸，这下倒好，整个后背腰部像是被冻住了一样，酸痛难忍，连弯腰都困难。更要命的是，他每天晚上只要一出车，就觉得副驾或者后座好像坐着个人，车里永远是冷飕飕的，开暖气都没用。短短半个月，老李脸色发青，眼眶发黑，整个人瘦了一圈，生意也做不下去了。他老婆带他去庙里收金，法师说是惹到了山上的阴灵，帮忙画了符，烧了纸钱，折腾了一大圈，还是没好转。最后他老婆搀扶着他来到了我的诊所。我一看老李那个佝偻着背，脸色铁青的样子，心里就有数了。我让他坐下，摸了摸他的后背，好家伙，整个膀胱经，也就是沿着脊椎两侧绷得像石头一样硬，而且摸上去是凉的。我当场就严肃地告诉他，老李啊，你这是被极度的阴寒之气伤了膀胱经跟督脉了。督脉是人体的阳气之海，膀胱经是人体的第一道防线。那个晚上，不管你宰的是人还是什么别的东西，那股极度的阴寒之湿，趁着你夜间阳气最弱的时候，从你脖子后面的大椎穴和风池穴钻进去了。老李吓得直哆嗦，老师啊，那我是不是撞鬼了？我车上是不是有不干净的东西啊？我都不敢开车了。我严肃地告诉他，什么干净不干净？你就是寒湿入络，加上你心里害怕，疑神疑鬼，心神一乱，身体的免疫力，也就是中医说的胃气，彻底崩溃了。你天天觉得车上有人，那是你神经极度紧绷产生的幻觉。我开了一些温经散寒、通络止痛的中药给他，把体内的寒气往外逼。但是老李还是不敢回去开车。好，他说一上车就害怕。这时候我就教了他这个用出海盐的法子。我跟他说，你回去干仔店买一大包最粗的海盐，然后捡几块红色的纯棉布。为什么用红布？红布在五行里属火，盐属水，这叫水火既济，火能助阳。你抓一把粗盐，包在红布里，用红线扎紧，做成几个小盐包。做好了放哪里呢？老李老婆赶紧问。我教他放3个地方。第一，放在老李计程车驾驶座的底下。第二，放在后车厢的角落里。第三，最重要，让老李放在自己平时穿的外套口袋里，贴身带着。出海盐是太阳的精华，那是纯阳之火，你把它放在车里，就像是在车里生了几个看不见的小火炉。那些阴暗的、潮湿的，让你觉得发冷的晦气，一遇到这至阳之物，瞬间就消散了。你带在身上，这股阳气就能护住你的心神，让你的腰背不再受寒邪侵扰。老李老婆千恩万谢地回去了，照着我说的买粗盐，缝红布包。过了2个星期，老李自己来复诊了。哎呦，整个人红光满面，背也挺直了。他一进门就竖起大拇指，老师您真是神了。那个红布盐包一放进车里，说来也怪，我当天晚上出车就觉得车厢里那种阴冷发毛的感觉全没了，甚至觉得暖烘烘的，特别踏实。而且我贴身带着盐包，配合您开的药，这腰酸背痛的老毛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大半。我笑着告诉他，这就是天地万物相生相克的道理。你腰背痛是因为寒湿，粗盐在你口袋里不断的吸收你身体排出来的湿气，再加上你心神安定了，阳气恢复了，病自然就好了。各位乡亲，老李的故事讲完了。你们看，对付农历7月的所谓阴邪，需要花几十万去买什么法器吗？需要请人做法事吗？完全不需要。最厉害的辟邪法宝，其实就是遵循大自然的规律。如果你在这个7月要上夜班，要去医院探病，或者要去一些荒郊野外阴气重的地方，觉得心里不踏实，听我一句劝，你就用一块红布包上一小把粗海盐，放在口袋里或者包包里。但是这里有几个实际操作的秘诀，你们一定要记牢，做错了可就没效了。第一，必须要粗海盐。再说一遍，去传统市场或者干仔店买那种颗粒分明结晶状的粗海盐，精盐绝对不行，那只是调味品，没有天地阳气。第二，红布包扎，找纯棉的红布，不要用塑胶袋，塑胶是不透气的，纯棉的红布才能让盐的阳气散发出来，同时红色属火，能增强阳气。第三，定期更换，这点最关键。粗海盐是非常会吸湿气和晦气的，
你带在身上或者放在车里，过个1-2周，或者经历了一场大雨，去了一趟医院之后，你会发现那个盐包摸起来湿漉漉的，甚至里面的盐都结块发黑了，这就说明它已经帮你吸满了阴寒晦气。第四，如何处理肺炎？吸满晦气的盐千万不要留着，更不要拿去炒菜吃，那是找病生。把它打开，倒在水槽里，打开水龙头，用水把它冲走，冲进下水道，这叫流水带走一切秽。然后换上一把新的干爽粗盐，重新包好。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小物件，哪怕是在7月半的深夜走夜路，你也会觉得心里有一团火在护着你，什么邪风歪气都进不了你的身。各位，前面我们讲的出海盐，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出海盐是处理外面的阴寒，它就像是你家门外建起了一道高高的城墙，能挡住外头的风风雨雨和那些不干净的晦气。但是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到了晚上，你一闭上眼睛，脑子里就开始不受控制的胡思乱想，总是梦见已经走掉的亲人，或者梦见一些奇奇怪怪阴森森的画面。这个时候你缺的其实不是去挡煞的刚猛物件，你需要的是一个能让你涣散的心神安定下来，让空荡荡的心有所依靠的物件。这第二件保平安的至宝其实一点都不神秘，甚至可以说很多台湾人从小到大都贴身带过。它不贵，去庙里求的时候可能只要水洗添一点香油钱，但它却代表着家里的长辈，代表着神明对你最朴素也最沉甸甸的祝福。这就是第二件保平安的至宝，香火袋，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平安符。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香火袋能在农历7月发挥这么大的保平安力量？各位，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栋房子，如果这栋房子气血充足，气场温暖，大门关得紧紧的，外面的风雨再大，农历7月的阴气再重，里面的神也会安安稳稳的睡觉，这叫神安。可是一旦你因为极度思念某个人，或者极度恐惧，或者长期熬夜劳累，你的心血被暗暗耗干了，这栋房子就会变得又冷又破，甚至连大门都被风吹开了。这个时候里面的神觉得冷啊，待不住了，他就会往外跑，在外面到处乱逛。中医把这个叫做魂魄飞扬，神不守舍。你的神一跑出来，就会把外面的阴寒之气，甚至把你潜意识里最害怕最思念的东西全部投射在你的梦境里。这就是为什么一到7月，外在自然界的阴气一重，那么多人就开始撞鬼做噩梦，整个人越来越不安。这根本不是外面的鬼跑进来了，是你自己的心神散了，大门敞开了，把外面的阴邪给招进来了。为了让大家听懂，我给大家细细的讲一个真实的案例，你们听完就会明白这个心魔有多可怕，而香火袋的威力又有多深。台中有位陈阿嬷快70岁了，她是个非常传统非常顾家的台湾妇女。她跟先生的感情那叫一个好啊。以前先生还在的时候，每天早上两老一定是一起去公园散步，然后手牵手去建国市场买菜，几十年如一日，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可是后来先生有天晚上因为突发了心肌梗塞，连一句话都没留，突然就走了。这成了阿嬷心里一直过不去的一个死结。原本热热闹闹的家，突然只剩下他一个人，那种巨大的失落感和悲伤就像一把钝刀子，天天在割他的心。那年正好到了农历7月初1，也就是大家俗称的鬼门开。阿嬷一个人孤零零的去社区参加中元普渡拜拜。那天下午天气阴沉沉的，空气闷热的让人喘不过气。社区的中庭摆满了长桌，香烟缭绕，法师在前面摇着铃铛诵经。看着桌上摆着的那些给好兄弟的贡品，闻着空气里浓烈的线香和烧金纸的味道，阿嬷突然觉得一阵凄凉，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他想起了以前都是老伴陪他一起来拜拜的，那种极度的思念和悲伤，在那个瞬间彻底击穿了阿嬷的心理防线。中医说悲伤肺，思伤脾，最后所有的负面情绪都会反噬心脏，暗耗心血。当天晚上阿嬷的身体就出状况了。那天夜里四周静悄悄的，只有外头巷子里的狗时不时传来几声凄厉的吹狗螺。阿嬷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刚睡着，就开始做梦。她梦见什么？她梦见那个过世的老伴穿着走的时候那套深色的西装，脸色铁青，浑身湿漉漉的站在她床头，老伴直勾勾的盯着她。
阿莫一下子就吓醒了，醒来的时候，一身的冷汗把纯棉的睡衣都给浸透了，心脏扑通扑通狂跳，就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一样。第二天一早，阿莫吓得赶紧去金子店买了一大堆纸钱、纸衣服，一个人跑到庙里去烧，一边烧金纸，一边红着眼眶哭着说：“老伴啊，你别怪我，我给你送钱来了，你在那边要好好照顾自己啊，不要来吓我了。”本以为烧了纸钱，心里踏实了就没事了，结果到了晚上，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阿莫不仅梦见了老伴，他甚至梦见了已经过世20多年的公公和婆婆，好几个黑影全围在阿莫的床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伸着手跟他要东西。阿莫在梦里吓得魂飞魄散，他想跑，可是双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得连1毫米都挪不动。他想大声喊救命，可是喉咙里就像是塞了一团死棉花，半点声音都发不出来，只能感觉到胸口像是被压了一块几百斤重的大石头，连呼吸都快停止了。各位乡亲，这种现象民间俗称鬼压床，现代医学叫做睡眠瘫痪。人在过度疲劳、睡眠紊乱的时候，也可能出现身体动不了、胸口压迫，甚至非常真实的幻觉。就这样连着1个礼拜，阿莫每天晚上都做这种阴气森森的噩梦，每到半夜2、3点阴气最重的时候，他一定会被惊醒，醒来后再也不敢闭眼睛，只能抱着棉被靠在床头，睁着眼睛死死盯着天花板，一直熬到天亮。短短7天啊，阿莫整个人就像是被抽干了水分的老树皮一样，眼窝深深的凹陷下去，脸色蜡黄发青，看人的眼神都是直愣愣的，没有任何光彩。有一天早上，阿莫实在撑不住了，想说骑着脚踏车去市场买点菜透透气。那时候他已经处于极度恍惚的状态了，脑子里一直像放电一样回放着晚上的噩梦。就在他骑到路口准备过马路的时候，一辆送瓦斯的小货车按着高音喇叭冲了过来，那喇叭声震天响，旁边的路人都吓得捂住了耳朵。可是阿妈呢，她竟然像完全没听见没看见一样，直挺挺地骑着车往前冲。货车司机吓得一脚急刹车踩到底，轮胎在柏油路上拖出一条长长的黑印。阿莫这才如梦初醒，吓得双脚一软，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在路边。阿莫的儿子接到电话赶到现场，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还得了，赶紧推掉所有的工作，带着阿莫四处去看医生。结果呢，阿莫到了晚上，只要一闭上眼睛，那些恐怖的噩梦还是照旧准时找上门。最后儿子实在没办法了，通过朋友介绍，搀扶着阿莫找到了我。阿莫一进门，刚坐下，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掉。他死死抓着我的手，颤抖着声音问：“老师啊，我是不是活不长了？我老伴和公婆天天晚上来找我，他们是不是要带我走啊？”我没有马上回答，而是仔细看了看阿莫的脸色，伸手搭了搭他的脉。那脉象摸上去像什么？中医叫细数无力，就像是一根绷得极紧的细线，跳得非常快，但是你稍微用手指一按下去，那脉象就空了，没了。这说明什么？说明阿妈体内的气血已经极度亏虚了，心脏里空空如也，犹如风中的残烛，随时都会熄灭。我语重心长地对阿妈说：“阿嬷，你听我一句实在话，你老伴生前对你那么好，你们感情那么深，他就算是真的变成了鬼，也会在天上保佑你，心疼你。他看你现在瘦成这样，心疼都来不及，怎么可能舍得天天晚上带着公婆来吓你？这一切根本不是什么地府的鬼，全是你自己心里的心魔啊！是你太想他，又对农历7月的氛围太害怕了。”我给他解释其中的道理，因为你的思念和恐惧耗干了你的心血，你的魂魄没有了温暖的房子，住在外面游荡，所以只要一闭眼，你潜意识里最害怕失去的、最放不下的东西就会变成幻觉来纠缠你。我开了一剂中医千古名方给他，叫做黄连阿胶汤。黄连是苦寒的，能把他心里那种因为极度焦虑产生的虚火给降下来。阿胶是滋阴补血的极品，能把他那颗空荡荡的心脏重新填满温暖的气血。这副药是治他的身，但我知道阿莫现在极度缺乏安全感，他还需要一味新药，需要一个外部的锚，把他涣散的魂魄给定住。我写完处方，转头认真地嘱咐他儿子：“你今天不要急着带妈妈回家，你带她回你们以前夫妻俩最常去拜拜、最信任的那间宫庙，去主神面前
给妈妈求一个香火袋带在身上。儿子很孝顺，听了我的话，抓了药之后，马上就开车载着恶莫去了家附近那间100年历史的妈祖庙。后来阿嬷回诊的时候，亲口告诉我那天发生的事。她说儿子牵着她的手走进庙里，那天下午阳光透过庙宇古老的木雕窗棂斜斜地洒进来，庙里弥漫着沉香木温暖安定的味道。她抬起头看着神龛上妈祖娘娘那种慈悲低垂的眼神，眼泪再一次流了下来。但这一次不是因为恐惧，而是一种深深的委屈找到了倾诉的地方。儿子在神明面前上了香，虔诚的直角求了一个红艳艳的香火袋，用一根结实的红绳穿好，亲手挂在阿嬷的脖子上。香火袋刚好落在胸口附近，一伸手就摸得到。从那天开始，阿嬷每次到了晚上，只要心里一开始觉得发毛，觉得害怕，她就用手轻轻地摸一摸胸前那个带着檀香味的香火袋。当她握住香火袋的那一刻，她脑海里浮现的不再是阴冷可怕的孤魂野鬼，她想到的是庙里神明慈悲的脸庞，想到的是神明在保佑着她，她也想到了先生生前总是叮咛她要好好吃饭，注意身体。从那以后，她的心真的开始慢慢定下来。那天晚上，她比前几天睡得安稳不少。后来随着身体调理，家人的陪伴以及心里的恐惧慢慢放下，噩梦也越来越少。各位乡亲，故事讲到这里，你们看懂了吗？真正让阿嬷安定下来的，未必完全是那个小小的红布袋里装的符纸，而是当她戴上香火袋的那一刻，她终于找回了一个强而有力的念头。我不是孤零零一个人，我心里还有依靠。神明在看着我，我的亲人在天上护着我。只要这个心定下来了，正气存内，你自身那股强大的阳刚之气就会重新回到身体里。任何妖魔鬼怪的幻觉，任何外在的阴邪晦气，都会在这个强大的正气面前瞬间灰飞烟灭。这就叫神明护应。这就是为什么香火袋能成为农历7月保平安的至宝。它安的是你的心。至于很多人喜欢钻牛角尖，问老师啊，那我一定要去哪间大庙求财灵？过炉一定要绕顺时针3圈还是逆时针3圈？是不是还要跟神明报我的生辰八字？各位千万不要那么死板，不要把神明当成机器。如果你有固定参拜自己从小到大信任的宫庙，不管他是拜妈祖、拜关公还是拜土地公，你就依照庙方习惯的方式去求一个平安符或者香火袋就好。真正的重点只有一个，你在求的那个当下，心要诚，你要把那份祈求平安、相信自己被护佑的坚定信念，深深地注入到那个香火袋里。有这个神明护印贴身护着你的心神，再配合我们第一部分讲的，用出海盐帮你挡住外在的阴湿晦气，一内一外，你的身体和心智就如同铜墙铁壁一般，你可以挺起胸膛，坦坦荡荡地走夜路，无所畏惧。好了，外面的阴寒我们用海盐挡了，内心的魂魄我们用香火袋安了。接下来这第3件宝物，就是那些每天在市场上做生意，在社会上走跳打拼，不仅要求平安，还要求财聚气的朋友们绝对不可错过的至阳之物。我们接着往下看，前面我们说了2样东西，出海盐能帮你吸走身边的阴寒湿气，香火袋能借助神明的护印，像定海神针一样稳住受惊的心神。这2种，一个是借助了大海与烈日的力量，一个是借助了神明信仰的力量。但是很多人平时是要做生意的，要在社会上走跳打拼的，你们不仅需要辟邪保平安，还需要招财，需要在这个农历7月里把人气给聚起来，对不对？那么这第3件保平安的至阳之物，绝对是你们的最爱，因为它不仅能破阴煞，它里面还汇聚了千万人之首的极盛人气和历史鼎盛时期的国运阳气。这就是风水界和命理界极其看重的宝贝五帝钱。如果是懂玉的朋友，真正传世的老玉也是一样的道理。但今天我们重点讲更平民化、更刚猛的五帝钱。很多人去逛夜市、逛玉市，经常看到卖五帝钱的，红线穿着5个铜板，几百块一串，大家买回去就挂在车上或者门把手上，以为这样就能辟邪了。你问他为什么能辟邪，他不知道，就说是风水老师教的。各位，学东西不能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不知道它的原理，它在你手里就是一块废铜烂铁，你懂了它的原理，它在你手里就是降妖除魔的利剑。
为什么传统风水会特别重视五帝钱？民俗里主要有3个解释，我用最通俗的话给你们拆解开来。第一，材质的五行生克。五帝钱是用什么做的？铜，在五行里面铜属于金，学风水的都知道，每年都有飞星轮转，那些最容易带来疾病、灾祸、阴邪之气的星叫做二黑病福星和五黄廉贞星。这2颗大凶星五行都属土，中医和易经讲究五行生克，土是生金的，金能泄土气，就像一个吃饱了撑着的恶霸土煞，你让他去干重活生金，他的力气就被消耗光了。所以铜钱天生就能化解这些阴暗邪恶的磁场。第二，鼎盛的国运之阳。什么是五帝？民间所谓清代五帝钱，通常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5朝的钱币。这5个朝代加起来100多年，是当时中国国力最鼎盛、版图最大、阳气最旺盛的时代。这些铜钱是在那个国运如日中天的时候铸造出来的，他们先天就带有一种不可侵犯的皇权正气和国运阳气。那种阴沟里的孤魂野鬼、阴冷磁场，遇到这种阳刚正气，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瞬间灰飞烟灭。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无敌的人气。各位乡亲，你们想一想，这些真正的古铜钱，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经过了多少人的手？买菜的阿婆，做生意的大老板，赶考的书生，种地的农民，千千万万的大活人，每天用手摸它，用汗水浸它。我们大活人身上最宝贵的是什么？是阳气。成千上万个人的阳气，日积月累，地盘在这小小的铜钱上，这就形成了一股极其庞大、极其刚猛的人气磁场。鬼是什么？鬼是纯阴之气，鬼最怕的就是活人的阳气。一串凝聚了100万人阳气的五帝钱挂在那里，那种震撼力，就像是在阴暗的角落里突然升起了一轮小太阳，什么脏东西敢靠近？光说理论，大家可能觉得玄乎。我给你们讲一个发生在新北市老传统市场的真实故事。我在三重有一位老患者叫阿旺，是个在传统老市场里卖干货和熟食的摊贩。这人平时嗓门大，身体也壮实，为人很热情。有一年的农历7月，阿旺突然跑来找我，脸色蜡黄蜡黄的，黑眼圈重得像熊猫眼，整个人蔫得像霜打的茄子。他一坐下就唉声叹气，老师啊，我这次是真的遇到那种东西了，我这个生意是做不下去了。我让他别急，慢慢说。原来阿旺那个摊位在市场的最里面，是个角落，常年见不到太阳，地上总是湿漉漉的，平时倒也没什么。可是那年一进入农历7月，阿旺就发现不对劲了。最开始是他摊位上的卤肉坏得特别快，明明是每天凌晨刚卤好的，到了中午竟然就隐隐约约有一股馊味。阿旺以为是天气热，还特意加了冰块，结果还是坏。接着是感觉到了彻骨的冷。阿旺每天凌晨3点就要去市场摆摊。7月份的大夏天，他一走到自己的摊位前，就觉得像是一脚迈进了冰库。那种冷不是吹冷气那种冷，是那种针扎一样顺着裤腿往骨头缝里钻的阴冷。更恐怖的是，有好几次凌晨3、4点，整个市场还静悄悄的，只有他一个人在切肉。他突然听到背后有个很细很尖的声音在叫他的名字，阿旺，阿旺。阿旺猛地回头，背后除了几挂晃晃悠悠的生猪肉，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当时那昏暗的日光灯还滋滋地闪烁了几下，吓得阿旺连切肉的刀都掉在地上了。从那之后，阿旺摊位上的生意一落千丈。过路的欧巴桑们走到他那个角落，都不自觉地加快脚步，说他这里阴森森的，看着就不舒服。阿旺自己也是，每天站在摊位里，觉得肩膀上像骑了个人，头重脚轻，晚上回家就发低烧，吃什么吐什么。他老婆去庙里给他求了一堆平安符贴在摊位上，结果第2天全被地上渗出来的水汽给沤烂了，一点用都没有。我听完用力拍了一下桌子，骂道：糊涂，你那个摊位在市场的死角，常年不见阳光，这叫极阴之地。7月半一到，地气上升，这地方的阴湿之气全聚在这里了，形成了风水上的绝地。你的肉当然坏得快，因为全是败坏的阴气在侵蚀。那有人叫我名字是怎么回事？阿旺多说着问。我瞪了他一眼，你那叫气血双虚导致的神明错乱。你在那种极阴的环境下待久了，你自身的阳气被抽干了。中医讲气血两虚，心神失养。
加上你心里害怕出现的幻觉和耳鸣，你再在那个角落待下去，别说生意做不成，你这条命都要交代在里面。阿旺吓得直哭，老师，那我该怎么办啊？那个摊位我交了1年的租金，一家老小全指望他吃饭啊。我拉开抽屉，拿出了2串黑乎乎的泛着古铜色包浆的铜钱，拿着我递给他，这就是真正的清代五帝钱。你看这上面的包浆，那是几百年来几百万人摸出来的人气精华。我指着这五帝钱教他怎么用，你把其中1串用红绳穿好，挂在你摊位的正上方，就是那个日光灯的旁边，让这五帝钱的阳精之气直接往下照，把你摊位上那个土煞和阴冷之气给我破掉。另外1串你放在你收钱的抽屉里，或者贴身放在左边的口袋里。左青龙右白虎，左边主阳。这五帝钱不仅能辟邪，它还是流通的钱币，精气极盛，能帮你把市场的财气重新聚拢过来。还有记住，回去把你那个摊位彻底打扫一遍，用我之前教的粗盐水把地上的青苔死角里的秽物全部刷干净，这叫除旧布新。阿旺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拿着五帝钱跑回去了。过了大概半个月，我正在诊所看病，阿旺提着半扇上好的卤猪肉，喜气洋洋地冲了进来。老师，神了，真的是神了！阿旺嗓门又恢复了以前的洪亮，他兴奋地告诉我，他照着我的吩咐，用粗盐水把摊位洗了一遍，然后把五帝钱挂了上去。说来也奇怪，五帝钱挂上去的第2天凌晨，他再去摆摊，走到那个角落，竟然感觉不到那种刺骨的阴冷了。摊位彻底整理以后，潮湿发霉的味道明显少了，灯也换亮了。五帝钱挂在那里，则让阿旺心里多了一份踏实。人精神起来以后，自然讲话声音大了，笑容回来了。过路的客人们走到他这里，也不再绕道走了。大家都说，阿旺，你摊位怎么突然感觉亮堂了？他的生意不仅恢复了，甚至比以前还要好。各位乡亲，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人气与国运阳气的力量。阴寒之气再重，它也抵挡不住这种历经岁月沉淀下来的纯正阳刚之气。但是还很多辟邪物品一样，市面上的五帝钱假货也是满天飞。很多风景区卖的五帝钱黄灿灿的，那是用现代的锌合金或者黄铜在工厂里新倒磨出来的那种新钱，一没有国运，二没有几百年的人气沉淀。它不仅不能辟邪，它本身就没有半点力量，就是个现代工艺品。怎么分辨真假？下面几个方法可以给大家作为初步参考。第一，看包浆。真正的古钱经过几百年的氧化和人手把玩，表面会有一层深层的甚至是黑绿色的包浆，绝不会是那种刺眼的亮黄色。第二，看字体。古钱是手工雕刻母钱后翻砂铸造的，字体刚劲有力，但边缘不会像机器切割那么锋利死板。第三，听声音。真的古钱因为时间久远，铜质发生了变化，互相敲击的声音是沉闷的，而工厂新做出来的假钱敲起来声音非常清脆刺耳。当然，包浆、字体、声音必须综合判断，单凭其中一点不能认定真假。所以各位经常要在外面跑业务做生意的朋友，与其去买那些不知来路的符咒，不如去找懂行的朋友，请一串真正的五帝钱带在身上。它不仅是你农历7月的护身符，更是你招财进宝的阳刚磁场。讲到这里，出海盐、香火袋、五帝钱，这保平安的3件阳刚宝物，我都给大家倾囊相授了。可是各位乡亲啊，我最后要跟你们讲一句掏心窝子的实话，这3样东西可以作为农历7月的一份传统平安寓意，但如果在这个农历7月，你没有解决掉你生命中最可怕的一个大鬼，哪怕你全身上下挂满了五帝钱，身上挂满香火袋，把粗盐铺满整张床，你照样会倒大霉。为什么？因为这世上最可怕的阴煞、最凶狠的厉鬼根本就不在十字路口，也不在荒郊野外，更不在地狱门里。它在哪里？它就在人的心里，这就叫心魔。我给你们讲一个我亲自遇到的非常极端的案例。在桃园有一个开加工厂的老板，我们叫他林董。林董当年快60岁了，生意做得挺大。这人平时看起来那叫一个虔诚啊，你们要是看到他，绝对会以为他是个大善人。他脖子上挂着一块水头极好的冰种翡翠观音，据说花了上百万。左手戴着一长串小叶紫檀的佛珠。每年农历7月半，
他工厂里搞中原普渡，那个排场大得吓人，杀猪宰羊，烤全猪，摆了好几只，请法师念经做法，烧给好兄弟的纸钱是用卡车一车一车往里拉的。他每次拜拜都跪在最前面，念念有词，祈求神明保佑，好兄弟保佑他生意兴隆。可是这位林董背地里是个什么人呢？他对员工那叫一个尖酸刻薄。工厂里的机器老化了，安全护栏坏了，他为了省钱死活不换。有个老员工操作机器的时候不小心把几根手指头给扎断了，这算工伤对不对？结果这林董不仅不赔钱，还找各种理由说员工违规操作，他连恐吓带威胁，把人家一脚踢出工厂，连当月的薪水都没发。他特别喜欢克扣厂商的货款，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把好几个小代工厂的老板逼得差点跳楼。就是这么一个人。有一回农历7月，林董出事了。什么事呢？他开始见鬼了。据他老婆说，那天晚上他在工厂加完班，在办公室里休息，突然他就听到门外有滴答滴答往下滴血的声音。他打开门一看，走廊里空无一人，但是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血腥味。紧接着他就看到那个断了手指头的老员工满手是血的站在窗户外面，死死地瞪着他。林董吓得连滚带爬跑回家，从此大病一场。他开始整夜的失眠，一闭眼就看到那些被他坑过的人，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人来找他索命。他身上的那块百万翡翠观音，有一天他洗澡的时候竟然啪了一声，莫名其妙从中间断成了2半。他老婆急得团团转，花重金请了各种风水大师去家里布阵，又给他求了各种顶级的平安符和老天珠，结果没用。林董越来越虚弱，吃不下饭，大白天都会指着墙角尖叫说有鬼。最后他被几个特助跟员工架着送到了我诊所。我搭上他的脉一看，脉象宏大而浮躁，狂跳不止，这在中医里叫心肝火旺，痰迷心窍。我再看看他那张脸，印堂发黑，眼神飘忽不定，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和心虚。他一看见我就扑通一声跪下了，老师啊，救命啊，我被恶鬼缠身了，我花了那么多钱普渡，买了那么多法器，为什么他们还要来害我啊？我冷笑一声，把他的手甩开，指着他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以为菩萨是贪污犯吗？你以为天地神明是可以被你那几头烤猪几车纸钱收买的吗？你脖子上挂了上百万的玉，口袋里装着几十万的法器，可是你的心是黑的，你为了赚钱草菅人命，把别人往死里逼，你的脑子里天天都在算计，在发狠，你释放出来的全是最恶毒最阴暗的负面磁场。我用大白话给他讲透这个物理法则。林董啊，人体就像一个巨大的无线电发射塔，你心里想什么，你就会往外发射什么磁场。你心狠手辣，满腹算计，你发射出去的就是极阴之气。这就好比你在自己身上涂满了蜂蜜，然后再跑到树林里去，那些蚂蚁、虎头蜂，也就是阴气和煞气，能不闻着味儿来找你吗？你求再厉害的法器，带再刚猛的宝物，它们散发出来的那点阳气，能抵得过你一天24小时从心底里源源不断冒出来的黑气吗？你的玉观音碎了，不是鬼打碎的，是你自己那股暴力阴暗的磁场把它给冲煞碎的。你见到的鬼根本不是外面的孤魂野鬼，全是你造下的孽，化作了你潜意识里的心魔在反噬你。听完我这番话，林董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我连药都没给他开，我告诉他，你的病药医不好，法器也挡不住，解铃还须系铃人，你回去把欠人的钱还上，把人家断指的赔偿金加倍给人家，去给人磕头认错，你心里的疙瘩解开了，你的心亮了，你的病不治自愈。不然你就是把玉皇大帝请到家里来作证，你也过不了这一关。各位乡亲，林董后来确实去赎罪了，散尽了家财，人虽然破产了，但命总算是保住了，晚上也能睡着觉了。通过这个故事，我想告诉大家什么？粗盐、香火袋、五帝钱，他们是好东西，他们能帮你挡住外在的无意的阴寒之气，但是他们永远挡不住你因为心术不正而招惹来的因果之煞。俗话说得好，疑心生暗鬼，贪心招厉鬼。只要你心里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就算你在7月半的半夜一个人走在木宅铺里，你也什么事都没有。因为你心正则气正，气正则阳刚，阳刚则百邪不侵。易经里说，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你平时多存好心，多说好话，多做好事，哪怕只是在别人困难的时候递杯水，在街上遇到流浪狗给口饭吃，甚至只是在背后不乱嚼舌根，多夸奖别人。你每做一件善事，你的心就会生出一分欢喜，你生出一分欢喜，你的体内就会多出一分纯阳的正气。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善良，会在你的身体周围形成一个巨大的金色光照。这叫什么？这叫德光，这叫福报。有了这层金光护体，你走到哪里都是阳光普照，那些阴暗的冰冷的晦气连你的边都摸不到。这才是真正让你在这个世间，不管什么鬼月什么流年，都能安安稳稳平平安安的终极秘密啊！心安则身安，身安则万事顺遂，相聚就是缘分。我希望大家现在立刻在下方的留言区留下一句你最想说的善言或者祈福。你可以写愿天下父母健康长寿，也可以写祝大家平安顺遂，甚至只是简单的一句阿弥陀佛或者好心有好报。各位千万别小看这一句话，如果你一句善言，他一句祝福，我们这个留言区就会立刻变成一个极大的纯阳正能量场。任何一个心情低落、身体抱恙，或者在这个农历7月感到害怕的人，看到大家满满的祝福，他的心瞬间就会暖和起来，他的恐惧就会烟消云散。这就等于我们所有人一起做了一件大大的善事，结下了一个天大的善缘。你给别人带来光明，老天爷自然会把更多的福报和阳气回馈到你和你家人的身上。最后祝各位乡亲心中有光，无惧风霜，鬼月不惊，一生太平。我们下期再见。